除了我，华夏人都遗忘了祖先、神明。没有华夏神明庇佑，我们在世界战场上连输100场，整个华夏即将被抹杀。就在此时，我被选中。望着那只被所有人奚落的毛脸雷公嘴的猴子，我大声叫出了他的名字。下一刻，大圣归来，途径诸神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华夏已连输100场，再输1场，整个华夏都会被系统抹杀。中原大地灾难不断，百姓死伤不计其数。而代表华夏进行最后一场决战的人是我。我缓步上台，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笑意。只有我还记得曾经的华夏神明。诸位华夏神明，还请助晚辈一臂之力。是时候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了。国运之战需要召唤本国神明对战，而我们华夏却遗忘了曾经的历史文化。曾经口口传颂的文化瑰宝，如今却无人知晓。如今的华夏，船只出海，祈祷着波塞冬保佑；到了打雷下雨，更是直呼宙斯显灵。华夏民众痛心疾首，却无可奈何。泱泱华夏早已沦为了他国笑柄，所有国家都虎视眈眈，期待着能和华夏对战，从而分一杯羹。地图上高傲的攻击以及岌岌可危，若是这最后一场也落败，整个华夏都将不复存在。甚至不少人已经在和家人道别，做好了死亡准备。在所有人看来，华夏都必败无疑。周围笑声四起，皆是幸灾乐祸的模样，甚至公然讨论华夏战败后该怎么瓜分资源。对战即将开始，请做好准备。在备选神明中，我一眼就认准了那个毛脸雷公嘴的猴子，那熟悉的面孔让我内心热血沸腾。选他，我们华夏战无不胜。备选栏中的热门神灵，无一例外都属于国外。我要是选了外国神明，那么战力将会大打折扣，必败无疑。还犹豫什么？直接选宙斯啊！毕竟是众神之王，削弱了也比大部分神明强。你懂什么？要玩雷，不如选雷神索尔。我看那不如选个北欧巨人，最后一局反正都得输，不如多撑一会儿，给我多留点时间跟家里人通个电话。已经有不少同胞被活生生逼成了疯子，在看台上大哭大闹，他国讽刺侮辱的声浪此起彼伏。喂，愚蠢的华夏人还犹豫什么？最后一局就别浪费时间了，随手选个下去等死吧！看台上不知哪个方向大叫了一声，其他国家观众顿时起哄。你们华夏还有得选吗？干脆选那个毛脸雷公嘴的猴子，上台变个戏法吧，输也输得有点新意，哈哈！对战还没开始，樱花国人早已载歌载舞，跳起了他们的民族舞蹈，嚣张至极的直冲华夏观众席。小樱花首相甚至扬言：你们要是现在向我们大樱花帝国认输，我可以让我们天皇考虑给你们的3等贱民，男的送去挖矿，女的嘛，嘿嘿嘿。他的脸上泛着变态的笑，手指对着一排排华夏观众划过，仿佛在猪圈里挑选品性优良的种猪。此言一出，华夏观众席彻底炸了锅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还剩最后一丝血性的人纷纷站了起来，用博大精深的国粹骂了回去。然而，不少软骨头竟然向小樱花屈服了，请求成为樱花国国民。他们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一个劲的点头哈腰，谄媚至极。看吧，你们华夏也不全是猪嘛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没有神灵保佑的华夏已经没救了，只有在天照大神的光辉下，我们才能生存。你们这群华夏人，活该等死！相比于仇敌的嘲讽，曾经同胞的嘲笑更加令人心寒。可偏偏华夏连输100场，即使大家手心攥出血来，也没有任何手段还击。我的目光从看台收回，咬了咬牙，眼底满是怒火。谁言我华夏无神灵？只有我知道，那只不起眼的猴子名叫孙悟空，他还有个更响亮的称号——齐天大圣。爱秦国半神海格力斯，北境雷神索尔，沙国死神阿努比斯，樱花国八岐大蛇。这些神明或是诛灭妖邪，或是掌管一方天道，无论正邪，其实力都是碾压各路神明的存在。
但我们大圣偏偏最好诛杀神灵。当年踏凌霄闯天宫，孤身入阵，玉帝王母难奈何，10万天兵尚不可阻，而今小小众神又有何惧？他们比得上大圣一根毛吗？进入道祭时，各国都在高呼着本国强大神明的名字，只有华夏一方寂静无声。忽然席间有人蓦然滚下一滴泪来，声色颤抖不止。为什么我看到那毛脸雷公嘴的猴子，竟会觉得有些熟悉，心里莫名的悸动？他的话如一声惊雷，撕开了绝望的死寂。我对那只猴子感到无比亲切。难不成他真是我们华夏神明？你别瞎忽悠，那猴子谁都没见过，你咋会熟悉？一片人声鼎沸下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边发生的细小波澜。其他代表已经开始选择召唤神灵，请大声叫出他的名字，并说出事迹。系统冰冷的声音从高空响起，棒子国率先昂着头，高傲的大喊：“我要召唤九尾妖狐！”接着大声喊出其事迹。谁都知道，棒子国神明都是从华夏典籍中偷去，并加以本土化简单改造得来的。可系统就是这么判定，谁也无可奈何。棒子反倒一个个骄傲无比，令人作呕。阿三国代表也上赶着大喊：“我要我们湿婆大人显灵！”他兴奋地诉说着湿婆大人将如何边跳舞边把敌人消灭的故事，这十分符合阿三国的民风。紧随其后的是樱花国代表，他大喊道：“就决定是你了，八岐大蛇！由于华夏败绩最丰，因此最后一个才轮到我选。而备选栏上的国外神灵，只剩下了一些诸如小精灵、半人马之类的战斗力薄弱的烂菜叶子角色。此刻我成了全场的焦点，无数道目光投向我，或轻蔑，或怜悯，或绝望。我指着屏幕上的猴子，大声道：“我就要他！请叫出他的名字，说出他的事迹。”系统再一次重复规则：若是不能叫出名字，或者说出完整神灵传说事迹，系统将直接判定落败。看台上顿时哄笑四起，华夏席位上皆捂脸叹息。刚才还燃起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熄灭。完了，输定了！不仅所有国人看见猴子很茫然，就连外国人看了也是一脸懵逼。这猴子谁啊？我深呼一口气，刚要开口，一个外国小孩的声音先一步响了起来：“我认识这只猴子。”一语激起千层浪。起初还没有人在意，直到金发碧眼的小孩从书包里掏出一本泛黄的书籍，他高举着向大家展示，系统也适时投放到了大屏幕上。书本是东亚古国的定装风格，非常有年代感。由于没有经过良好的保存，书页大多都已不知所终，积不成册。破旧不堪的封面上，隐约能看到一只放马的猴子，确确实实和备选栏中的猴子一模一样。嘻嘻，这是我从仓库里搜到的哦，这猴子还有师兄弟呢。小孩志得意满地介绍着。而另一边，整个华夏震怒了。一个戴着眼镜的白手老者猛然起身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我虽不记得这是何读物，但依照整体风格而言，绝对是珍贵的明代课本。你们这是在毁坏文物，记录着华夏璀璨文化的珍贵典籍，现在却落在了外人手里，被其视若敝屣，随意丢弃，怎不令人痛心疾首？但他们从华夏掠走的古老文物又何止一件？100多年前，如果不是他们掠夺走我们的文物，我们也不会丢掉所有关于华夏神灵的记忆，更不会到如今亡国灭种的境地。”老者的愤怒没有换来任何尊重，孩子的家长反而讥笑道：“你们华夏人连自己祖宗的东西都守不住，自己的神话传说还得我们西方人来提醒，到底是谁应该感到羞愧？来，孩子，告诉这些可怜的华夏人，这只猴子叫什么？”小孩故意用着奇怪的音调高声说：“书上说这只猴子它叫弼什么？哦，叫弼马温。”其他国家的人仍是一脸懵，纷纷问弼马温是什么意思。而华夏有人立刻听懂，耳朵跟霎时就红了。弼马温啊，就是华夏神界一个养马的小官，见得不能再见的那种。同为东亚文化圈的樱花国人毫不留情地当众揭穿，引得全场哄堂大笑。他们扬言
这弼马温要是真敢上场，必让八岐大蛇，为大家献上一场开猴脑表演。一个华夏孩子愤然起身，面红耳赤的反驳：“那他不还有师兄师弟吗？把他们叫上来，定把你们的神揍得鼻青脸肿。”外国小孩又笑了，他从残本中抽出一页，向众人展示。那上面画着一只奇丑无比的黑猪，背着钉耙，憨态可掬。那猴子所谓的师弟是一头黑猪。场内的笑声变得更加刺耳。有人笑道：“怎么华夏的神仙都是些猴子、黑猪这些奇葩动物啊？你们的神话是个动物园吗？”闻言，所有华夏人的脸色都相当难看，民族尊严在这一刻被蹂躏得七零八碎。重重压力下，华夏亿万人沸腾了。有人血性大吼，扬言跟他们拼了；有人骂我是个汉奸，问候我全家18代；更有白发长者掩面而泣，跪问上苍：“华夏神明，如今何在？”一片混乱中，系统再次冰冷向我发问：“他是谁？”这个答案只有我亲自说出口才算生效。不过此刻，我已不再是焦点。看台上活生生上演着一场人间浮世绘，嘲笑、绝望、挣扎、愤怒、离崩溃，只差最后轻轻一推。我不再理会众人，一字一顿朗声道：“他叫孙悟空。”我的声音很大，经由系统响遍全球每个角落，每一个人耳中，可却没有任何人在意。一股热血上涌，我继续发声：“他是带着金箍的孙行者，他是花果山美猴王，他是万佛之祖五谷舍利，他是菩提祖师座下弟子，他是西天的斗战胜佛，他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。”我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如洪钟大吕，直至响彻天宇。就在我话音刚落的瞬间，天空一记白虹穿云而过，晴天忽作雷响，短暂的磁场风暴让全球所有电子设备都黑了一秒。全球60亿人惶恐抬头，那一刻，他们似乎不约而同意识到了什么。难不成华夏的神明显灵了吗？不，这叫异象，在华夏古籍中只有非常特殊的时刻才会出现，仅仅诵其名号，便会诞生此般异象。那个猴子，难道真是位很强大的存在？老约翰，我们该不会得罪了一位非常强大的存在吧？全世界顿时安静下来，时间凝滞。短暂的静默后，所有人将目光又再次投到了我身上，因为我的话还没讲完。我压抑着剧烈起伏的情绪，定了定神后，嘴角不自觉上扬，激昂道：“而我们华夏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猴哥。”这一声落在华夏人耳里，石破天惊，振聋发聩。无数颗心此刻因为这一道声音而激烈共振，甚至有些人已不自觉地落下泪来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只是觉得猴哥这个称号无比亲切、熟悉、顺口，好像每个人都曾经叫过无数次。有同胞似乎记起了什么，眸中时而清澈，时而浑浊。我没有开口，声音却从全国各地响起。菩萨叫他泼猴，镇元唤他贤弟，唐僧是他师傅，玉帝骂他猴头，八戒叫他大师兄，佛祖叫他妖猴。所有国人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一段段陌生而又熟悉的故事涌上心头。我要这天再也遮不住我眼，我要这地再也埋不了我心。鸿蒙初辟原无性，打破顽冥虚悟空。我若成佛，天下无魔；我若成魔，佛奈我何？天要压我，我劈开这天；地要挡我，我踏碎这地。万千声音交汇，宛若佛音天籁。冥冥中似乎有什么在破壳而出。不止我，这一刻，所有国人都在颂扬着大圣的名号。系统再次发问：“请说出他的事迹。”孙悟空他。我刚开口，却被身后不少急不可耐的声音粗暴打断。华夏不少人忽然不安地站了起来，部分脸上带着羞愧，更多的则是一副理所应当的模样。其中一个吞吞吐吐地说道：“我要改国籍，我也要改。”紧接着，像这样的声音很快多了起来。短暂的目光交接后，有4个人直接从华夏席位中走了出去，一个去了灯塔国，
3个坐到了樱花国的位子上。到了那边，立马进入舔狗模式，恨不得掏心挖肺表忠心。剩下的也人心惶惶，内心不断挣扎。人群中有人骂道：“你们这群混蛋，都最后关头了，还要改国籍？当华夏人就这么耻辱吗？”废话，你除了知道个大圣，还知道什么？这猴子战绩怎么样？有什么招数你知道吗？对面可是湿婆和八岐大蛇，要我拿身家性命跟你赌，做梦吧！那人被驳的语塞，脸色气得涨红。毕竟他说的没错，最后一战若是落败，所有华夏国人都将顷刻间烟消云散。不是每个人都有放手一搏的勇气，每个人都有求生本能。然而为求苟活，认贼作父，最为令人不齿。古人言：“树倒猢狲散。”人性的丑陋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我看着这些人的嘴脸，不气反笑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他们走了，倒是一件好事。各位将有30秒的时间选择是否更换国籍。30秒后，我将说出悟空的事迹，剩下的将依然是我华夏子孙。我给了所有人30秒选择的时间。30秒后，国籍将不可更改，与华夏共存亡。赢不了的，他们的神太强了，那猴子看不出任何本领，怎么是人家的对手？但就算是死，老夫也要死在华夏的土地上。不，我感觉他和其他的神不一样，具体哪儿我也说不上来，但他的名号肯定不是白叫的。我相信大圣。哈哈，你们这些蠢猪竟然会相信？一只放马的猴子能力挽狂澜，那就乖乖留在这儿等死吧。小爷我才不陪你们，赶紧滚！跟你们这些汉奸走狗待在一起就晦气，为了活下去也算汉奸，真是一群榆木脑袋。短短几秒内，华夏阵营就已经分成了2派，坚守派和软骨派都在少数，大多数都是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普通人。在这30秒内，或是选择离开，或是选择赌一把，直到最后1秒，依然有人咬了咬牙，坐回了原来的位置。30秒后，华夏坐席已少了1/3，剩下的国人目光凝凝地注视着我，他们的眸子中还燃烧着最后一丝希望。他们做华夏人到最后一刻。我眼眶一热，郑重发言：各位，我不会让你们输，猴哥更不会让你们输。我目光如炬地昂着头，朗声道：传说东胜神州有一灵石，蹦出来只猴子，这猴子跳水帘，做大王，千里寻仙问道，下海龙宫探宝，地府化改生死簿，天庭大闹偷蟠桃。所有人听得如痴如醉。随着我的讲述，半空中一只猴子出现，头戴凤翅紫金冠，肩披锦绣宝袍，身穿黄金锁子甲，下穿大红锦缎裙，系着一根金丝腰带，脚踩藕丝步云履，手持一杆如意金箍棒，目光炯炯，透着3分野性，7分威严。他的身上看不出任何神力，强大的气场却足以令人透不过气。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强大的冲击几乎让他们连心跳都慢了一拍。所有华夏人呆呆地看着那道莫名熟悉的身影，仿佛凝成了雕塑。那一刻，他们的眸子陡然变得明亮起来。这是属于我们华夏的神明，花果山美猴王，也是脚踩玉帝宝座，挥手改写生死，老君炉里炼火眼，蟠桃会上闹天宫的泼猴，更是护送唐僧9981难的斗战胜佛。他放荡不羁，他嫉恶如仇，他是所有华夏人心目中的大英雄。他活在每一个华夏人的童年，也赋予了我们敢于抗争的力量。他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，他是华夏最强 IP。千百年前，评书人口中是他，相声馆中是他；100年前，小说中是他，戏曲中是他。曾经，电影、商场、海报、动漫、游戏也是他。我们也曾将他遗忘。待大圣踏碎凌霄，找回华夏人对于祖先神明的记忆，华夏众神终将归来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国家召唤的神灵也一一现身，对战马上开始。但华夏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道金黄的身影给了我们十足的信心。经过轮抽，华夏的第一个对手是棒子国的9尾妖狐。妖狐生的邪祟无比，
身形极快，靠着一颗妖珠，让棒子国连胜了好几场。因此，棒子丝毫没把猴子放在眼里。一开场，妖狐刚一化作黑影，一根大棒便砸了过去。大圣双目如炬，火眼金睛将其动向看得一清二楚。一根如意金箍棒打出，妖狐惨叫一声，身形便瞬间湮灭。不可能，这就结束了？神狐大人怎么可能就这么输了？他们华夏人肯定做了什么手脚。棒子一个个大呼不可能。他们引以为傲的九尾妖狐，竟不是这猴子的一合之敌。其他国家亦是难以置信。华夏胜！系统冰冷的宣读结果否定了一切可能。下一秒，在棒子的一脸惊恐中，他们侵吞我们的所有资源，尽数回归。不仅如此，棒子国民的面容瞬间苍老了10岁，更有不少人当场死去。一向美貌至上的他们难以接受，一个个歇斯底里的大叫，西巴声此起彼伏。惩罚来得太快，断肢失明之类的不计其数，而这些也都一一补偿到了华夏人身上。残疾者断肢重生，失明者重见天日。此前因连败，几乎人人须发皆白，现如今一并年轻了10岁。我看着华夏席位上的欢呼雀跃，心中热血难凉。泱泱华夏5000年之底蕴，让这个民族再度起死回生。偷，你们偷得明白吗？1000年前先祖的呐喊，仿佛在此刻回响。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！尔等宵小，一个也别想跑。下一个抽到的是阿三。虽然刚刚经过棒子国的惨败，可他们对自己的神明师婆仍抱着一股迷之自信，并扬言凯旋之后要带着所有阿三下长江搓澡。然而一开场，他们的脸就被抽得啪啪响。孙悟空一棒子打断了师婆的4手，戳瞎了他的3眼，急得阿三哇哇直叫：“卑鄙的猴子，卑鄙！”更令阿三们哭天抢地的是，除了寿命等东西外，系统还将他们的恒河抽干，要送给我们，并表示可以将恒河水转移到塔克拉玛干沙漠，造出一大片绿洲。然而，我们华夏的态度出奇的一致。不好意思，婉拒了啊。全是阿三们的洗澡水，简直臭不可闻，用那玩意儿浇啥死啥，谁爱要谁要吧。阿三们一个个如丧考妣，气得直掐人中。那可是他们的母亲河啊！接下来连续几场，大圣都毫不意外地秒杀了对手。1天之内5连胜的恐怖战绩，直接把场馆内打成了丧事馆，哭声一片。半空中那道金色身影，成了各国的梦魇。原先华夏被列强拿走的一切，如今也都逐渐被大圣揍得吐了出来。曾经的敌国被一个个的清算，国人的热情此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，欢呼声几乎要震碎场馆。从100场的惨败，再到如今的攻无不克，所有国人热泪盈眶。华夏崛起从一个梦幻般的名词，此刻变为现实。反观其他国家的嘴脸，正由蔑视嚣张变得提心吊胆，生怕下一个抽到的就是自己。此刻全都缄口不言，哪有先前半分嚣张？现在还落下一个最重要的。我的目光落在了八岐大蛇上，冷嘲热讽，应犹在耳。至今回想，胸口仍会隐隐作痛。对于小樱花，所有国人都恨得牙痒痒，尤其是汉奸走狗狐假虎威，朝着国人的心口上疯狂捅刀。只有正面击败他们，华夏才能真正的扬眉吐气。然而，系统这时却传来提示：今日对战次数已用完，请明日再来。小樱花首相紧绷的脸顿时如释重负，他转头冷眼讥笑：别以为你们华夏侥幸赢了几场，就觉得有资格挑战我们八岐大蛇了。你们华夏猪永远只能当我们大樱花帝国的3等贱民。小樱花哄笑声四起，国人憋得满脸通红，后槽牙几乎都要咬碎。我被气笑了，找死是吧？我转头找上生无可恋的阿三代表，表示想要买下他们的强制对战卡。有了这张卡，就能增加1次对战次数，还可以强制匹配指定对手。阿三刚被我们揍得鼻青脸肿，现在毫不留情的拒绝。我们和樱花国是铁杆兄弟，你不用再费口舌了，
我们是不会出卖他们的。但当我提出可以归还恒河时，华夏代表实在是通情达理，善解人意，这张卡就卖给你了。我们跟小樱花其实不熟。阿三的态度立刻变得讨好，国人对此也没有任何意见，反而松了一口气。而小樱花那一边集体傻眼了，还有这种操作？首相那张脸更是难看至极。在国民的撺掇下，他悄悄来到我身旁，向我讨好。今天的事就此作罢吧，再这样下去，注定两败俱伤，大家脸面都不好看。我冷笑几声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怎么可能会两败俱伤？首相先生，八岐大蛇难道不是所向无敌吗？”声音很大，生怕有人听不见。国人暴怒：“谁跟你两败俱伤？等着我们猴哥干碎你们那条小臭虫吧！就干他，不管输赢都跟小樱花拼了！不出这口恶气算什么华夏子孙？”小樱花首相脸上阴晴不定，转而威胁我：“今日若是我大樱花帝国落败，下次我定叫你们华夏猪10倍100倍的偿还回来。”我笑了：“首相先生，没有下次了。”我对着其他国家的方向大声高喊：“我要买1张倍数卡！”此言一出，满座哗然，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。使用此卡，战斗结束后，惩罚和奖励都将翻倍计算。若是倍数够高，无异于赌上全部身家。小樱花首相吓得瘫软在地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张着嘴憋不出一个字。樱花国所有人都坐不住了，脸色相当难看。上一次他们这么惊恐，还是小男孩访问他们本土的时候。灯塔国代表和颜悦色地过来，苦口婆心相劝：“这个代价谁都承担不起，更没有大国敢像你这样豪赌。一个不慎就是满盘皆输。我知道你们恨樱花国，但万一输的是华夏呢？要不再跟你的国民商量一下？”他们以为我只是一时冲动，他们以为知晓厉害，国人会上来阻止我，但他们错了。软骨头走了后，剩下的都是生死同舟的华夏儿女。其他事情或许要商量，但在干小樱花这件事上，意见绝对是高度统一。首战即决战，一战定胜负。况且我们不可能输。见我们没有动摇，很快就有人开始亮牌。我这儿有2倍卡。不行，太低了。我这儿有5倍。我依旧摇了摇头。不够。我想一战定生死，打败樱花国，永远抹杀他们。这时，身后一个国人递给了我1张10倍卡。他声称有人匿名免费将此卡送给我们华夏。卡片上附赠了1张纸条，单纯看他们不爽，干他丫的！我哑然一笑。此前系统只发送了1张10倍卡，在毛子手上。不愧是战斗民族，有了这张卡，惩罚和奖励都将上涨到恐怖的10倍。以小樱花的体量，一旦落败，他们将荡然无存。小樱花彻底沸腾了，他们此刻终于尝到了濒临死亡的滋味。华夏人，你们疯了吧？想死别拉我们下水啊！咱们两国毕竟一衣带水，要和睦相处，共同抵抗西方人啊！我不想死啊，还有好多美好等着我。当初弃我们而去的墙头草，吵着闹着要回来，张口闭口同胞，血脉，场面滑稽又可笑。结果自然是毫不意外，遭到了所有国人的唾骂。此刻，我为华夏执剑人，手中握着决定两国命运的按钮，我毫不犹豫地按了下去，向系统宣布对小樱花宣战。大圣咧着嘴，轻蔑地望向体型庞大的八岐大蛇，随后瞬间化作一道流星，被大蛇一口吞入。场内静如孤坟，顷刻间，一根巨棒破体而出，100丈大蛇4分5裂，化作一地碎肉。不，下一秒，10倍卡立刻发动。樱花国内所有人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去，贵族、资本家，乃至于他们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，都逃不过系统的力量，身体器官急速衰弱，仿佛脱水了一般，一个接一个心脏骤停，猛然倒下。许多人死不瞑目，似乎直到最后一秒还难以接受这种结局。系统在大屏幕上投放樱花国内的场景，无数辆汽车相撞爆炸，各地火灾不断。一场7级地震下，恢宏的大楼相继崩塌，无数名胜古迹顷刻消失。
富士山汹涌喷火，海啸席卷一切，整个国家化为一片废墟，干干净净，堪称人间悲剧。被污染的海域回归清澈。与此相反，国人的寿命得到爆发性的增长，体能、智商、颜值等各项属性瞬间拉满，大量的资源并入，科技得到突飞猛进的进步，甚至黄金储备都暴涨10倍，直接让华夏成了全球最富裕的国家。国人工作、学业压力急速下降，每个人的账户里都多了一大笔可支配资金。一夜之间，华夏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天堂。从100连败到现在一朝崛起，碾压全球，甚至将敌国彻底抹杀。短短一天，华夏巨变，所有人都明白，那个人人可采的华夏已经一去不复返。如今，我们是各国必须仰望的存在，羡慕嫉妒的有，虎视眈眈者也不在少数。一向自诩世界警察的灯塔国，在刚才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挫败，代表的脸上仿佛被抽了一巴掌，憋得涨红。放心，下次输的还得是你们华夏，到时候你们又有谁能站出来呢？他们撂下狠话，拂袖而去。3天之后，下一轮国运之战又会开启。这次幸运抽到了我，但下次被系统抽中的代表就不会再是我了。虽然华夏激活了对孙悟空的记忆，但下次备选栏上还会有孙悟空吗？他们的话虽然难听，但其实没错。系统早已规定，任何人不得向其他国民科普神明历史，否则全体抹杀。因此，我即使知晓一切，也只能乖乖当个哑巴。我攥着拳，这一刻，华夏人再次生出一股无力感。难不成我华夏当有此节吗？忽然，大圣回来了。不同于传说中活泼爱闹的样子，他十分严肃地看着我。想我华夏神明此前从未受过任何召唤，定是有其他国家的神灵做了手脚，才使华夏忘记了关于我们的一切记忆。眼下时间紧迫，且带俺老孙上天去会上一会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系统提出的那2个问题全都是针对华夏而问。显而易见，这肯定是国外神灵为联合绞杀华夏而做的死局。可大圣孤身一人，又如何应对那虎穴龙潭？我刚想开口，他一个筋斗已飞到了高空之上。齐天大圣又要为了华夏去战斗了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被10万天兵天将包围的大圣，从容不迫，傲立于天地之间。纵然身死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如同受到了某种召唤般，越来越多的国人聚集到我身边，抬头仰望云间，上面站着的是从绝望中拯救我们的神。大圣，大圣，大圣！声音此起彼伏，有的激动，有的难过，有的喉头哽咽。他们不知道大圣要面对的是什么，但他们或许明白，大圣这一走，或许再要回来就很难了。大圣，此去何为？踏南天，碎凌霄。他说的很轻松写意，好像这只是一个筋斗就能完成的事。可这将是他第2次闹天宫，第2次独自对抗漫天神明。他不再是那个放荡不羁的泼猴，这也不是一个佛该做的事情，只是因为他还有想守护的人。上一次如此，此番亦然。不过是从花果山的孩儿们变成了所有华夏儿女，或许我们也是他的孩儿们。而这次他要改写的不是生死簿，而是整个华夏的命运。他的敌人比以往更加强大，若一去不回，那便一去不回。说完，大圣纵天去，声音回荡云间，久久不息。他好像从没怕过，他还是那只泼猴。3天之后，国运之战再次开启。这次华夏被系统抽中的是个18岁左右的青年。大屏幕上的备选栏里不再有那张熟悉的面孔，他不记得其他神明，除了我，所有华夏人也都不记得。可他却不再畏惧，神色泰然，毅然挥手指向了仪器。大屏幕亮起，公布他的选择。那是一个穿着华夏甲胄的神，头戴3山飞凤帽，身穿一领淡鹅黄，手持一柄3尖刀，黑色细犬伴身旁，身形高大英俊，顶额3眼更是灵气非凡。
此刻的场外安静无比，没有人质疑他的选择，反而都给予他信任的目光。他们不认识这个神也无妨，但我们相信这位华夏神一定能庇佑华夏。系统冰冷发问：“请说出他的名字。”场内安静无比。系统再次发问：“请说他的事迹。”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。如此3次，他依旧低着头，缄口不言。所有人都知道规矩，若是答不上来，华夏就将不小樱花的后尘被系统彻底抹杀。3天前大屏幕上惨烈的画面历历在目，我攥紧了拳头，心如肋骨，一股浓重的无力感席卷了整个华夏。所有国人都站了起来，手牵着手，沉默不言。我们此刻是一群慷慨赴死的义士，生死同舟。这不只是承诺，更是行动。若是注定要灭亡，那也要世人看看华夏最后的骨气。没有回答。依照系统规则，大圣！清澈的喊声在场馆内不断回荡。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句，瞬间国人紧绷的情绪倾泻而出：大圣！大圣！大圣！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愿妖物又重来。这一声声是希望，也是最后的寄托。依照系统规则，将对华夏进行集体清除。忽然间，万里穹苍之上，一道强光猛然射来，所有人短暂失明。接着，众人抬头仰望，一道被强光包围的通天大门忽然现身云端，威严庄重，令人心生叩拜之意。神迹！天上有神迹！难道是西方众神要重临人间，拯救我们了吗？我昂着头，心跳不觉疯狂加速。门后是众神生活的地方。下一秒，所有人失声尖叫，一根残破的金棍猛然砸破天门，天空仿佛裂开了一个大口子，变得狰狞可怖。另一个世界，清晰无比地呈现在凡人眼前。全球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，妄图一窥神香。然而，所有人都怔住了。那门后根本不是天堂，也不是宙斯的神界，而是战争的地狱。雕梁画栋的琼楼玉宇不断崩塌，大火四处蔓延。状如蜥蜴的巨龙痛苦嘶鸣，强壮的魔兽仰天怒吼。金甲战神胸口开了个大洞，6亿天使背部鲜血淋漓，数十头巨人粉身碎骨，化为碎肉从天门里跌落出来，宛若世界末日。而战场的最中心，大圣站在尸山血海中横扫一切，片刻便从中杀了出来。也就在天门碎裂的同时，所有国人的表情发生了巨变，他们的眸子变得从未有过的清澈。站在台上的那个人捂着头，眼里陡然露出兴奋的神采。系统还在念着宣判结果，他却在最后一刻放声高喊：“我记起来了，他是杨戬，是二郎神，是玉帝的外甥，是三圣母的哥哥，是沉香的舅舅。”系统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穹苍之上如潮水般的神灵自门后涌出，霎时间乌云遍布，天雷滚滚，轰隆之声震耳欲聋，仿佛下一秒天空就要崩塌。天上的情形越来越模糊，乌云之间一道道光亮不断闪现，那道金色神光正在逐渐变得暗淡，如风中残烛，一吹就灭。下方的国人看得心如乱麻。大圣，他好像有危险，咱们得去帮他啊！我们都明白，大圣是在为何而战。此番奋战3天3夜，独抗域外100万神明，饶是金刚不坏之躯，也早该伤痕累累了。可谁叫我们只是凡人？最弱小的神也能轻而易举地碾死我们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。我们能做的只有热泪盈眶，只有捶胸顿足，眼睁睁地看着大圣一次次被逼退，又一次次冲上去。轰隆！一道天雷落下，就在大圣即将倒下的一刻，他奋力将手中残破的棒子扔向门后，砸中了一尊3眼石像。醒来！他大喝一声，那一道天雷仿佛落在了我身上，我的头如遭重击，脑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破壳而出，口中不受控制地喃喃着灌江口、桃山、啸天，如数根溪水般不断有神秘物质从四面八方向我身体涌来。
我看到那些东西是来自我华夏国人，那是众生的信仰。我感到一阵剧痛，额头的皮肉一点点撕裂，似乎有更多的光亮涌了进来。一幅幅奇异的画面在我眼前如走马灯般划过。众神躺在酒池肉林之中，奢侈地挥霍着人间贡品，而他们的对面正是斗兽场内绝望的哭声与惨叫。越是恐惧，他们便笑得越开心。原来所谓的国运之战，只不过是众神的一个游戏。他们制定规则，逼着人类相互倾轧。人间的尔虞我诈，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至于蝼蚁将死的恐惧与勇敢，众神从不在乎。整个人间都不过是他们的棋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拳头上的青筋暴起。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，如今想来却是那么可笑。凡人只是想安安稳稳活着，他们有什么错？当我回过神来，所有人都在望着我，眼神里满是虔诚和期待，齐声喃喃着：“桃山救母杨二郎，灌口清源显圣君。”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早已身披银盔金甲，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柄3尖2刃枪。为什么只有我记得众神，记得那段被封锁的历史？我忽然有了答案，因为我就是清源妙道显圣真君杨戬，他们的小手脚又怎么能对我起作用？而我来到人间，便是一直在等着此刻。一念间，我腾空而起，一跃便劈碎了国运系统。蝼蚁尚有自己的生存之道，人类该怎么活，应该由他们自己做主。当年大圣闹天宫时，我曾与他为敌，也只有我才能做他的敌人。而现在，我们将并肩作战。天穹之上，一道恐怖银光直冲域外神明，在我权力之下，仅仅几个回合便将他们杀得丢盔弃甲。最后，我和大圣向着记忆宫殿而去，那里还封锁着所有国人的记忆。华夏有着自己的神话和历史，盘古生死化作山脉大川，那是华夏不弯的脊梁。女娲造人，团取黄土黄河，捏成我们的同宗同源。岁火是于上古点燃的文明火种，燃到了08年奥运会上。我们居屋始于有巢氏，我们穿衣源自知生氏，我们种植之于神农氏。只要有人还记得，华夏众神终将归来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